Hello，大家好。这一期的话，我们来看螳螂绝后哥的一个刷野抓人思路出装符文。这的话也是一个高端局哈，就是国服前几的，大家都是国服是吧？看他们的丝滑配合，看看能有什么更多的让我们去学习的一些东西。那有个点就是大家都说是吧，有一些局录的确实不咋地，那为什么呢？我不能说把把都要让大家看这种高端局，你看完以后你能学到什么？你能让你的队友像这些人这么强配合你吗？不可能啊！所以有时候得去玩。为什么看一些高手去虐菜局？因为我们能学到他们玩的时候过程思路，去怎么去判断在大师局或者是中师局的一个就是让自己变得更有优势的一个，就是要散发你的大脑去学习人家的好处，而不是说看到对面菜，我就不学了。那你的队友有那么强吗？你要强迫你的队友也要达到这种是吧？传说王者局是吧？那大哥。那你觉得？我觉得你可以去组个战队。我跟你说，那4个队友肯定会被你鞭策着前行。好，我们回归正题，看这局比赛啊。螳螂没有强化 Q 就老老实实的刷6组野。螳螂前期的话，刷野速度还是蛮快的，触发孤立无援以后。然后5级以后进化 Q 以后打人才比较痛不然的话还是不要去捉螳螂，没必要去变节奏，说2级或者3级去抓一个人，除非有残血可以捡。这里有眼，排了一手，回去再把 Q 给进化了。进化的时候是没办法行动的所以要找个安全的位置再进化。这瑞文在那里秦王绕柱，这里找个机会，大招潜过来咬一口，闪现接 Q。前期的瑞兹伤害并不是很高的，完全不用怕。但这里皎月大招早点放，其实都不会像现在这么尴尬。他想省大招应该是。其实起手就直接打招会更好一点。不过还好对面对面瑞兹没有死掉嘛，好像没死。已经死，对面交闪了，没死成。这里的话卡玛没收掉人头，下路来抓掉对面的德莱文，一个 Q， 派克收掉了人头，会分经济的，所以派克让他斩杀的话也是挺好的，不亏。螳螂的话高分段就是踢节奏很好的情况下，但低分段为什么不行呢？因为他现在没办法做到那种直接进到人堆里面让对面掉点，盲僧蛮刀都可以，但螳螂不行，螳螂一定要打配合，然后去做切入。但螳螂就是为什么螳螂胜率很高呢？因为他打资源太快了，你看他这一个 Q 再接一个 Q， 就2个 Q 就可以秒掉这个拿一个野了。这里的话对面打了个探照，有可能会过来的。3个 Q 接一个宠就可以收掉这个蓝 buff 了。这就是螳螂强就强在这里面，刷资源特别快。豹女的话，豹女是另外一回事豹女有个点就是她不能像螳螂一样打配合的时候做个切入，但豹女可以强行切入
因为他不用隐身那些嘛。这里卡个视野，对面很警惕，对面打野应该也是在下路的。对面瑞文应该是也是在下路的下半野区的，因为他是要吃这下路的河道蟹，肯定在找机会。瑞兹来了，瑞兹来的话，打了个探照，但被探照到了。这种情况下，找机会吧。这里惩戒起手，这里皎月的话，一个大招很好。那瑞兹也跑不掉了，收掉2个人头。如果有蓝的话，可以入侵一下，应该是没有的，什么都没有，要得等几秒的。如果强行偷的话，会掉资源，啊，那还是不管了，对面拿先锋也无所谓了。这里再进化一个 E， 狗熊在那边蹲着，无所谓。这里的话，宠完以后跳走，队友这边打了一个很好的控制，再找机会做进场就行了。瑞兹的话过来了，闪现直接大招直接跃到后面，但这种情况下派克应该是能收掉人头的，那先锋可以稳稳的拿到手。确实，刚刚那波在上面看戏，因为漏了的话，对面瑞文肯定会来拿先锋，这还好，不亏的，是赚的。先锋被对面拿了的话，会被拿来做一次节奏，确实。人头跟先锋资源团比的话，人头没那么值钱。但如果说你在拿资源前掉人头，那人头肯定是更亏的，因为你掉了人头以后，你都拿不了这个资源团了。就看情况，你的价值都在这个局势里面，在那里左右浮动着，就像投资东西一样，就像股票一样，也是这样子在浮动的。没传送，半天在那愣。那这里的话可以做个进场，直接 EQ 大招，但是被定住了，闪现拉出来。那打不掉的话，只能在中路推个中路塔了。拿个中一塔也可以。亏的，这里对面瑞文跟兰博发狂了，疯狂的来追。这里的话，眼留给队友去排就可以了。一个 Q 层，这里面可以看到螳螂的斩杀线是特别高的。队友的话可以直接去拆下塔，这里的话把中线过去，弄过去，再过去支援，不要着急。首先让他们的那个兵线压力提高一下，这样的话瑞文还在刷野，刷野的话可能会往中路走，那这时候就可以过去抓后面2个。这里面就是玩脑子的时候了，再跳过来。对面回血回的太猛了，派克想去追，
啊，这里面就有点可惜了，只收掉一个人头，没有把另外辅助的人头给收掉。对面还是跑太快了。这种情况下的话，把资源控好就行了。准备小龙打小龙了，这个吃掉以后，回去把兵刃给做出来。2次都是失血，像刚刚那波，还有上一波瑞兹，感觉有点系统系统在搞你的感觉。你可以看到他那个拿龙的那个速度太快了哦，这里勾到了，直接被斩掉，问题不大。然后可以来直接拿大龙也可以。瑞文的话想抓，但已经回城了。对面瑞文玩的也很好。队友的话在下路打起来了，瑞文去那边，那这边的话可以带上路，把上一路一塔给推掉。皎月的话是跑不掉了。辅助在的话，有机会可以反杀，但没了。派克可以自己走掉的。上来抓螳螂了，这里进化了 W， 这里下来直接咬一口，再过来找到对面的射手秒掉了。瑞文的话大招叠好了。狗头的话打得很凶，对面已经支援过来了，所以这边很明显就不会去的。这就是什么啊？这就是绝猴哥的思路很清晰啊。这里过来直接偷龙，偷得很快。这里 Q 场稳稳的拿下，不给对面抢龙的机会。就是像这种情况下，也要保证自己的一个斩杀线。像斩杀线的话，这种东西就是得去练。如果你玩的不行的话，老是被抢龙的话，你就可以去开自定义，去算自己喜欢玩的那些英雄的伤害，比如说他的哪个伤害就是普通技能搭配这个惩戒能稳稳的把龙给铲下。这里的话有装备优势，所以过来直接找机会秒对面的瑞文，剩下一个辅助。这里的话可以找机会吧，狗头绕后了，这里拉过来骗一下对方。对面德莱文很凶，但没用啊！这螳螂会在天上飞。这里面拿了大龙，其实没有做太多事情，只是把对面的经济压制了，杀回家了，没有上高地啊。那就只能说实话，这波大龙拿完以后，可能得等下一条大龙才能做到事了。对面应该是没办法来打支援团的，因为这个螳螂的话进场，这里的话让队友别浪了。其实你会发现，这边大部分的资源这里直接屏蔽队友的。直接进场秒掉对面的，可惜秒不掉，心态有点不太平衡了。
这里面中单，说实话，其实这个中单犯了很多错误的。就像最开始第一波的时候，他竟然省大招，你知道吧？这里如果队友再送的话，就只能那个了。说下一把。确实啊，有个点就是有一些局您再怎么努力，队友不行还是不太行。就像玩英雄联盟的话。确实，就玩这种策略类游戏，有时候就是不能让情绪上头。所以为什么英雄联盟玩家可能去玩 DOTA 会没那么适应，但玩 DOTA 的玩家去玩英雄联盟一下子就能适应，因为他很多东西就是能去判断一个很直观的去判断一些东西。这里的话，团战进场，大招拉开，E技能再拉开。闪现再秒一个，E技能再拉开。这里的话，兰博贴着，再一个 Q，E技能。啊，对，已经很帅了，我靠！好，利用这条大龙的话，队友看看能不能推进吧。已经6神了，其实回不回家已经无所谓了。像皎月的话，可以尝试边带的。狗熊必须得正面开团，不然一下子就被冲烂了。所以皎月边带是100%一定是他，但你可以看到皎月的话，很少会去做那种意识很好的一些行为。就是完全是被动的被队友或者说被对面抓找机会。当然这里卢锡安的话其实也还行，可能也是因为前面有一股气吧。这里的话其实就逼对面把对面压在高地就行了，然后去推边塔，然后他们来边塔的话再找机会。他们去边塔的话，一个人是守不住龙这样子进场的，然后再去下路，因为3条路的兵线，第2条大龙的作用是很有效果的。这种情况下好像推不掉对面的高地，得找机会秒掉对面。这里的话偷一下，只能磨吧。这高地太难上了，然后准备要远古龙了，压缩对面的资源。如果后面出现一种情况啊，是吧？卢锡安被对面瑞文 Q 闪秒掉以后，是吧？然后输掉比赛。啊，卢锡安又在浪了。队友打了起来，看看找个进场的机会。这里，闪现过来一个瑞兹，这里再跳到后面秒掉对面的德莱文，蜻蜓点水过来推中路。那这波游戏结束，下路可以一波了。好，那这局的话就到这啦，欢迎大家的收看，拜拜。